法医大卫正将妻子的脑髓液和一管特殊药剂注入自己的身体，几分钟后，他的脑海中开始闪现妻子南希遇害时的痛苦场景。只见一双健壮的胳膊从背后死死勒住南希的脖子，直至她晕厥过去。原来早在1年前，大卫的妻子南希在自家的小木屋内遭人杀害，凶手在将其勒晕后，又用一支金属烧火棍砸碎了南希的头部，致其当场丧命。案发期间，大卫本人刚好驱车回到家门口，因为在外面喝得烂醉如泥，他在车里睡得不省人事，完全不知道妻子已然遇害。案发之后，警方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凶手显然是一名老手。由于大卫在案发之前曾因家庭琐事与南希发生过争吵，所以警方怀疑是他在醉酒状态下失去理智，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不过终因证据不足，没有对他实施拘捕。但是外界普遍认定大卫就是杀妻的恶徒，南希的父母和妹妹更是对此深信不疑。3人甚至利用这个理由抢走了大卫和南希的2个女儿的抚养权。而警方经过1年的调查，始终没能找到真凶，最后将此案束之高阁。大卫虽然没有放弃追凶的想法，可惜一直徒劳无功。直到不久之前，他在一场学术交流会上结识了神经科学家玛莎，案件才出现了转机。玛莎正在研究一种特殊的记忆转移药剂。简单来说，如果将这种药剂和甜橙的脑髓液混合，再通过静脉注射的方式将混合液注入图小豆的体内，那么甜橙的记忆就会被转移到图小豆的大脑里。只是这种药剂目前尚处于研发阶段，只能转移部分记忆碎片。接受注射的图小豆只有在甜橙待过的场景中，脑海里才能闪现甜橙与这个场景相关的记忆，这让大卫看到了侦破南希遇害案的希望。如前所述，大卫是一名法医，而按照当时的规定，法医在尸检过程中必须抽取一些死者的脑髓液作为检测样本保存起来。也就是说，警局鉴定科至今还保留着南希的脑髓液样本。如果大卫能将玛莎研发的药剂和南希的脑髓液混合注入自己体内，然后再回到案发时的小木屋，大卫应该就能看到南希遇害时的记忆，从而锁定真凶。为此，大卫主动向玛莎提出自己想要试药，结果遭到了对方的断然拒绝。截至目前为止，玛莎研究的记忆药剂只在小白鼠身上做过试验，而且引发了严重的副作用。注射过药剂的小白鼠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脑损伤症状。因而玛莎希望大卫再等待一段时间，等到他的科研团队完全消除了药物的副作用再说。可是鸡胸心切的大卫1秒钟也不想多等，他随后利用职务之便取走了警局鉴定科留存的南希脑髓液，而后又趁着夜色潜入玛莎的实验室，偷来一管记忆药剂。最后在南希遇害的小木屋里，大卫将记忆药剂和脑髓液混合注入了自己体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故事开头的一幕。大卫果然成功转移了妻子的记忆，脑海中闪现出南希遇害时的场景。不过可惜的是，凶手是从背后袭击的南希，所以大卫根本无法看清楚对方的正脸。就在调查再次回到原点的时候，当地一家便利店里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凶手在枪杀值班的女店员后，卷走了店里的全部现金。大卫作为法医，在现场检查尸体时，无意中从地上捡到了一只形状特别的火柴盒，这让大卫大感震惊。因为1年前南希的遇害现场也发现了一只几乎一模一样的火柴盒。大卫据此怀疑，此次抢劫杀人案的歹徒可能就是杀害南希的真凶。他随即将这个推测上报给了警长老麦。老麦觉得大卫仅凭2只形状相似的火柴盒，就将2起毫不相干的凶案当成同一凶手所为，未免太过武断。见自己的想法得不到上司的认可，大卫只得继续独自追凶。他再次利用职务之便，拿走了受害女店员的脑髓液，然后私自来到案发的便利店，给自己注射了脑髓液和记忆药剂。很快，女店员死前的记忆在大卫的脑海中重现。这一次，大卫终于看清楚了凶手的正脸，对方是一个满头卷毛的男子。根据女店员的记忆碎片，大卫画出了卷毛男的画像，并让关系要好的警员通过警局联网系统查到了卷毛男的身份和住址。此人原来是警方登记在册的抢劫惯犯丧邦。紧接着，大卫以警察的身份独自来到丧邦的住处，想要当面试探一下这个家伙。哪知他刚表明警察身份，丧邦就吓得落荒而逃，显然是做贼心虚的表现。大卫赶忙追了上去，在追到一处暗巷时，丧邦见无路可逃，停住了脚步，并且掏出手枪想要射杀大卫。大卫见状，冲上前与其扭打在一起，2人的撕扯刚好被路过的巡警看到。
丧邦一时慌乱，手里的枪被大卫夺了过去。眼见形势不妙，这货甩开大卫，慌忙躲进附近的一座教堂。教堂里此时正有很多人在做礼拜。丧邦闯入里面后，掏出一把匕首，挟持了一名小男孩当作人质。危急关头，警长老麦及时带领一队人马赶到教堂，见丧邦正用匕首抵着小男孩的脖颈，稍有不慎就将闹出人命。老麦急忙冲着丧邦大吼一声，丧邦旋即被吓了一跳，趁着他分神之际，老麦果断开枪将其射杀。大卫见嫌疑人被打死，对上司老麦极度不爽，但也没敢多说什么。好在他的手里还有记忆药剂，仍有机会确认丧邦是不是杀害南希的真凶。随后，大卫支开做尸检的同事，抽取了丧邦的脑髓液，然后带着脑髓液回到南希遇害的小木屋，第3次给自己进行了注射。很快，大卫的脑海里出现了丧邦袭击南希的画面。果不其然，正是这货在小木屋内从背后勒晕了南希。但是出乎大卫意料的是，丧邦在勒晕南希后，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屋外传来的汽车声响惊走。开车之人应该就是当时喝得酩酊大醉的大卫自己。换句话说，丧邦并没有杀害南希，案发现场可能出现过第3个人，而这第3个人才是真正的凶手。从丧邦的记忆中抽离出来后，大卫突然感到一阵头痛欲裂，应该是3次注射记忆药剂带来的副作用。就在这时，玛莎找上门来兴师问罪。对方明显已发现是大卫盗取了记忆药剂。大卫在头痛缓解后，承认了自己的偷窃行为，并向玛莎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玛莎出于对大卫丧妻的同情，原谅了他的偷药之举。在2人的闲聊中，玛莎还无意中从大卫口中得知，南希遇害后，法医在尸检时发现她已怀孕2个月，不过不知道是南希自己毫不知情，还是刻意隐瞒。她在遇害前并未将怀孕的事告诉丈夫。玛莎基于女人的直觉，猜测南希应该是在刻意隐瞒。理由很简单，南希此前生过2个女儿，应该不至于连自己怀孕2个月都不知道。而对方之所以向大卫隐瞒此事，或许其肚里的孩子并非大卫的骨肉。对于玛莎的猜测，大卫感到非常生气。可是冷静下来后，他又觉得玛莎的说辞并非毫无道理。为了验证自己到底有没有当过王八，大卫从警局物证科取来南希的胎血，做了一次亲子鉴定。结果发现，南希肚里的孩子确实与他毫无关系。在得知这个鉴定结果后，大卫本就隐隐作痛的大脑更是乱成一锅浆糊。好在旁观者清的玛莎给他提供了新的破案思路。既然丧邦不是杀害南希的真凶，那么致使南希怀孕的男人会不会是杀人凶手呢？大卫听完玛莎的提醒，立即找到南希的妹妹核实情况。在他的不断追问下，南希妹妹终于坦诚，她的姐姐在遇害前的确跟其他男人搞在了一起。不过南希妹妹从未见过这个男人，只知道对方好像是一名警察。为了追查真凶，也为了搞清楚给自己戴绿帽的男人究竟是谁，大卫将最近调查到的线索同步给了警长老麦以及此前负责侦办南希遇害案的胡警官，希望2人能帮忙查出南希出轨的警察在不在老麦管辖的警局。不料在得知大卫是通过记忆转移的方法查到的种种线索后，警长老麦和胡警官都感到匪夷所思，都露出一脸不可置信的神情。见2人不相信自己，大卫急火攻心，再加上药剂产生的副作用，他感到一阵极度不适，险些当场晕了过去。老麦和胡警官见此情形，赶忙将其送往医院救治。谁知就在大卫住院治疗的当晚，玛莎的实验室突然遭到人为破坏，发生了一场爆炸，所有记忆药剂全部被毁。警长老麦和胡警官在得知此事后，才终于有点相信记忆药剂的真实性。随后胡警官重点排查了南希可能的出轨对象，最后锁定了警局内一个名叫班纳的男警员。班纳在1年前自杀未遂，成了植物人，而其开枪自杀的日期刚好跟南希遇害在同一天。胡警官不禁怀疑班纳是在杀害南希后才畏罪自杀，而此时的班纳仍然躺在医院，没有任何醒来的迹象，因而胡警官也无从求证自己的推测，只是将想法如实告诉了大卫。可是大卫在听完胡警官的分析后，感到更加困惑。如果杀害南希的凶手是目前躺在病床上的植物人班纳，那么昨晚破坏玛莎实验室的人又是谁呢？从动机来看，假如班纳是真凶，他为了掩盖真相，最可能炸毁玛莎的实验室。难道实验室遭到破坏只是孤立案件，跟南希遇害案之间并无关联吗？此外，大卫心里还有一个谜题想不通，那就是丧邦为何会出现在南希的遇害现场，并意图杀害南希。为了彻底搞清楚案件的真相，大卫身体稍微恢复之后，就在玛莎的协助下悄悄潜入了班纳的病房。
抽取了对方的一些脑髓液，然后和玛莎一起回到自家的小木屋。尽管玛莎实验室内的所有记忆药剂被毁，好在大卫此前盗取的药剂还有剩余，足够再进行一次记忆转移。他打算通过班纳的脑髓液来验证班纳到底是不是杀害南希的真凶。玛莎在得知大卫的想法后，认为大卫在前3次记忆转移后，身体的副作用已然十分明显。如果他再次注射药剂，大脑恐怕会遭受不可逆的损伤。为此，玛莎决定将记忆药剂和班纳的脑髓液注入自己的身体，代替大卫探明真相。大卫最终拗不过玛莎，同意了他的方案。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大卫提议在注射前先将玛莎捆绑起来，因为他发现在之前的3次记忆转移中，他的行为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考虑到班纳1年前自杀过，大卫担心玛莎受此影响，在记忆转移时也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举动。玛莎听完大卫的解释，接受了他的建议。哪知在将玛莎绑在椅子上之后，大卫就直接将记忆药剂和脑髓液注入到自己体内。看来他是不想连累玛莎，才故意将其捆绑起来。注射完成之后，大卫在班纳的记忆碎片中看到了妻子南希和班纳在自家小木屋内偷欢的场景，可是并没有看到班纳杀害南希的画面。不过在短暂的蒙圈后，大卫很快想通了凶手的身份，因为班纳在和南希偷欢时向其提到了警长老麦收受黑钱包庇罪犯的秘密。班纳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检举老麦，所以才跟情人南希商量此事。这让大卫意识到班纳或许不是死于自杀，而是遭到了老麦的灭口。如果这个推测属实，南希之死以及玛莎实验室被毁，是不是也是老麦所为呢？除了玛莎之外，大卫此前只和2个人提到过通过记忆药剂查找线索的事情，一个是警长老麦，另一个是负责侦办南希遇害案的胡警官。假如玛莎实验室被毁和南希遇害案之间存在关联，那么凶手就只能是警长老麦和胡警官当中的一人，而胡警官显然没有作案动机。这样看来，凶手就只可能是老麦了。大卫刚想到这里，警长老麦就突然推门而入。见大卫受到药剂副作用影响，虚弱地躺在地上，玛莎又被捆绑在椅子上，老麦便毫无顾忌地说出了案件的真相。没错，他就是杀害南希的真凶。在得知班纳发现自己收黑钱的秘密，并将此事告诉南希后，老麦就对这对野鸳鸯动了杀机。他先是指使与其过往甚密的抢劫惯犯丧邦前去刺杀南希，自己则潜入班纳家中射杀了对方，然后伪造了一个自杀现场。只是班纳中枪之后没有死，后来成为了植物人。伪造完现场之后，老麦从电话中得知丧邦刺杀南希失败，因而他亲自赶到了南希和大卫的住处，用壁炉旁边的一根烧火棍砸死了南希。1年以来，老麦其实一直关注着大卫的调查进展，这也是他为何及时出现在教堂，将丧邦杀死灭口的原因。坦白完自己的罪行后，老麦从屋内找出一瓶燃油，洒满木屋，然后点燃了一把火，打算将大卫和玛莎一起烧死。生死关头，主角光环附体的大卫突然暴起，将老麦打晕在地，接着迅速解开玛莎身上的绳索，带着她逃离了火海。脱离危险之后，大卫忽然想起来，玛莎随身携带的录音机落在了木屋里。原来玛莎平时习惯将实验过程用语音记录下来，作为资料留存。刚才大卫在把她绑起来时，他就已将录音机打开，准备随口记录下记忆转移的过程。没想到意外录下了老麦自曝杀人罪行的证据。对于大卫来说，这段录音足以洗清他杀妻的污名，所以在救出玛莎之后，大卫再次冲进火海，想要将录音机带出来。谁知他拿到录音机后，还没来得及逃出来，就被一根掉落的横梁砸晕过去。好在稍后赶到的消防员将昏迷中的大卫成功救出。被救出时，大卫的手里还紧紧地抓着那部录音机。虽然杀人真凶老麦已经葬身火海，但大卫最终通过老麦的录音洗清了自己杀妻的嫌疑。不过由于注射了过量的记忆药剂，大卫的大脑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成了一个不知何时醒来的植物人。本期的故事来自于一部好莱坞出品的冷门悬疑惊悚片《谍影追凶》，又名《无法磨灭》，上映于1996年。影片的创意在当时还算比较前卫，这类记忆转移和身份互换的电影，天成以前还解说过好几部，其中最经典的2部分别是1991年上映的好莱坞作品《爱人别出声》和2021年问世的华语片《机魂》，尤其是后者，剧情极其烧脑，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悬疑 movie 的主页上搜来看看。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喜欢悬疑推理探案影视剧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加关注，下期见喽。